谷歌地球近期更新台湾岛西部卫星图像，却意外曝光台中大肚山的天宫3防空导弹阵地等多个秘密基地，引发岛内舆论一片哗然。那么，卫星照片究竟透露了哪些细节？天宫3防空导弹阵地为何呈现扇形7爪分布？此外，作为台军最神秘的部队之一，海锋大队突然高调亮相，为何说是妄图用反舰导弹打造刺猬之岛？美国小动作不断，新财年预算首次单列对台军援，意欲何为？本期节目，评论员张学峰、秦真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据岛内媒体报道，遭到谷歌地球曝光的台军秘密基地，包括台中大肚山的天宫3型防空导弹阵地、桃园龟山的爱国者导弹预备阵地、准备部署 M1A2 主战坦克的桃园大钢营区、苗栗西湖导弹基地等。台军多个军事基地被公之于众，在被质疑是否有及时反应时，台防部门负责人邱国正称，会与谷歌公司沟通协调，对敏感区域进行遮盖处理。这一回应立即遭到岛内网友嘲讽，都已经被曝光了，协调已没有任何意义。这并非谷歌地图第一次泄露军事秘密。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期，谷歌地图就曾公开了卫星拍摄的大量俄军重要军事基地照片，包括各种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指挥所、秘密试验场等，分辨率达0.5米。因为商业卫星毕竟多，而且对于在轨的这个时间也非常长，能够持续对像军事基地这些目标形成长期的监控。你长期的监控形成的长期的这种积累的数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成本很低。单个的数据看起来情报价值比较有限，但是积累起来以后，它的情报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像谷歌的数据呢，它肯定是被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拿走并大量使用的，而且呢，在它的军事行动中也是有重要意义的。那其实这些呢都不能称之为秘密了。在被曝光的众多军事基地中，大肚山天宫3防空导弹阵地因其扇形7爪阵地的独特结构特征被清晰地呈现出来，引发广泛关注。从卫星照片还不难推断，这个阵地当时处于战备状态。7座导弹发射车全部处于发射架升起状态，旁边还有2到3辆导弹装填车停在发射区。据了解，驻守该导弹阵地的是台空军793旅621营1连，该连原先装备的是美制霍克防空导弹，去年霍克全部退役，已经换装台湾自研的天宫3。这个阵地它紧邻重要的清泉港机场，作为台军它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它重要性是最强的。目前驻扎的是第3战斗机联队。这个机场一下驻了这么多飞机，还有其他很多勤务飞机，而且它的面积特别的大有这个18.2平方公里然后还有3700米的这个跑道。那所以呢，保护这个机场，尤其是要防御各种的弹道导弹大量的弹道导弹。这个呢是台军在附近大肚山阵地部署这些防空导弹重要的任务。天宫3与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一起构成台军核心防空反导力量。那么天宫3的拦截性能到底如何？台军吹嘘10多年，水分又有多大呢？天宫3防空导弹与雄风2E巡航导弹、雄风3反舰导弹并称为台军21世纪新3弹。由于雄风2E、雄风3经常被披露名过其实，天宫3被认为是新3弹当中唯一相对能看的。这是因为其使用了美国爱国者系统的一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天宫3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在美国雷神公司的技术协助下，以天宫2为基础研制而来。从岛内媒体的报道来看，2019年1月才完成研发并正式部署。一套天宫3系统主要由发射车、机动战术控制车、运输装填车等组成，采用陆基垂直方式发射。天宫3导弹长度约为5.7米，弹径0.4米，采用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达到5.5马赫。天宫3防空导弹对敌方战机的拦截距离可以达到200千米，拦截高度介于30到25000米之间。对敌方战术弹道导弹的拦截距离应在5到30千米。据目睹天宫3防空导弹测试的人士称，
天宫3在拦截导弹目标时，会先爬升至一定高度，之后转而向下俯冲加速，在到达目标预期飞行路径下方时，又转为向上拉升，并启动主动雷达导引头，以迎面拦截方式引爆弹头炸毁或撞毁来袭的导弹。然而，有分析指出，这种奇怪的弹道只能够应对速度不高、机动能力一般的飞机和巡航导弹。对于那些速度极快并且具有末段机动能力的弹道导弹，明显力不从心。分析指，最开始台中科院以为有了美国公司的支持，就可以打造一款台版的爱国者3，而事实证明还是太天真了。比如，台中科院曾宣称，天宫3性能类似爱国者3，并透露其正在进行小型推力矢量控制火箭的研制。但是天宫3一露面就让岛内大失所望，采用了与天宫2几乎完全一样的大小和气动布局设计，根本不具备末段高速飞行性能，拦截能力要比爱国者3差得多。这也意味着天宫3无法实现对目标的直接碰撞拦截，只能够采用破片杀伤技术的战斗部对目标实施近炸杀伤，拦截成功率要远低于爱国者3。此外，天宫3采用的机动长白相控阵雷达要比原来的固定式长白雷达阵面要小得多。据台军透露，长白雷达的探测距离为480千米，而机动长白只有270千米。不仅如此，这2款雷达还有着稳定性较差、平均故障间隔时间短的问题，可靠度可能还不到60%。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天宫3的总体性能应该是介于爱国者2和爱国者3之间。至于所谓的单发拦截概率约为70%，双发拦截概率超过90%，也只是靶场数据。在实战中能否达到这样的拦截概率，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近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勾连。美国白宫3月11号公布了2025年财政预算草案，这份预算总额达到7.2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务院向白宫方面提出请求，单独编列1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声称，这是一笔历史性投资，将用于包括通过军事融资管道援助军备等方式，提升台湾所谓核阻力。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是首次为台湾单独列出一个项目。这一笔军事援助案并不会用于采购武器装备，而是通过加强对台军的军事训练和教育。而据多家岛内媒体报道，因为3名美军在澎湖被殴打，媒体曝光美军绿色贝雷帽，也就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之一的人员，正以教官、军事顾问的身份常驻金门与澎湖，并协训台军2栖部队。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16号在岛内政论节目《新闻大白话》中表示，这件事被曝光是非常敏感的，何况是在下金海域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不禁用闽南俗语感叹，这是生鸡卵无，放鸡时有，也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指出，军事层级有分战略、战术、战斗，最后面是战绩。美军绿色贝雷帽来台不过是战绩层级，他们只是来教格斗技术，有什么好嗨的？据报道，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条款，美国军事顾问开始常驻金门与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涉及与台湾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有观察指出，长期以来都是台军派人去美国接受训练，现在则变成美国派人到台军相关单位协助训练。台当局邀请美军协训的做法，无疑是引狼入室。因为美军对台当局只有利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军事的控制，在关键时候让台湾地区充当炮灰。它实际上就是为了在这些地方，一个是呢达到他美国自己的政治目的，另一个呢就是操弄该地区的局势，挑起一些矛盾，蓄意的制造各种的这个冲突啊、动荡等等。这个呢是美国非常邪恶的，而且是非常阴险的一些招数。训练的内容就传统的吧，一个是岛上山地啊特种作战，城市特种作战。2栖特种作战啊，就是在水际滩头啊搞这些各种的特战。另一方面，比如说使用无人自杀艇、无人自杀机等等，这些呢，它实际上就是
岛内的这个民进党当局，他企图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只会给台海地区带来兵凶战危的局面，只会把我们台湾同胞推进最危险的境地。有观察指出，拜登政府近年来还不断推动对台军售，以提升台军所谓不对称战力。前段时间被台军方认为可以作为不对称战力关键的台湾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完成了浮船测试作业，首次对外展示完整全貌并真正下水。据报道，海鲲号排水量约为2500吨，艇体长70米，宽8米。该潜艇主要武器系统包括18枚美制 Mk48重型鱼雷，未来还计划向美国采购潜射型鱼叉反舰导弹。不过，这艘台湾自制潜艇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外部，它们之间是否匹配、能否有效运作，一切都是未知数。岛内媒体透露，未来台军将按照以陆制海的思路，让台湾成为反舰导弹刺猬岛。其中大部分反舰导弹都将配备给台军的海锋大队。近日，作为台军最神秘的部队之一，海锋大队突然高调亮相，不但在全台多地频繁公开部署，同时还计划在岛内兴建多达15个军事基地。16号，有岛内媒体报道称，近期台湾北部、南部及东部民众经常可见大型导弹发射车队在各地海岸机动部署。最早被外界注意到的是3月6号，台东市区突然出现6辆大型车辆，外观颜色为浅灰色，车头为白色，属于鲜少曝光的台湾海军神秘海锋大队，配备有陆基型雄风2亚音速反舰导弹与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13号上午，台东市区海滨公园旁的空地上再次出现海锋大队反舰导弹车队。分析指，之前只有配合汉光等大规模演习时才会进驻台东知本海滩，如今海锋大队突然现身，其部署的目的不排除有解放军舰艇出没东部海域，因应解放军可能从东部海域对台奇袭，实施导弹追踪、监视反制。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计划将海锋大队改编为3大打击群，建立覆盖台海外围的中远程精确制海战力。海锋大队辖有固定式反舰导弹阵地地区中队以及导弹机动发射车组机动中队。根据台当局规划，各型反舰导弹的产量在5年内总计将达到1000枚以上，其中大部分都将交由海锋大队。未来，美国售台的100套共400枚鱼叉岸舰导弹到货后，也将交付给海锋大队。除了机动式导弹发射车外，台湾海军还计划在全台建造6座鱼叉岸舰导弹阵地，分别位于云林虎尾、台南新中、左营军港、屏东东岸、屏东步前及台东太平等地，用于部署从美国引进的鱼叉岸舰导弹。同时，台军还将新设9座岸基雄风岸舰导弹发射阵地，分别在新北、嘉义、桃园等9处地点，详细位置列为机密。台海军还规划新设立滨海作战指挥部，专责滨海作战任务，以配备雄风系列岸舰导弹及美制鱼叉岸舰导弹的海锋大队为主要打击战力。此外，涉及滨海作战任务的相关部队包括海洋监侦指挥部所属的沿岸雷达站和导弹快艇部队，也都将整合并入滨海作战指挥部。据岛内媒体报道，岛内民众近期经常可见台海军海锋大队的反舰导弹车队出没。台当局将大部分的反舰导弹都配备了这支海锋大队，而台军的雄风2和雄风3又有怎样的战力呢？秦先生。雄风2、雄风3的能力其实报道的也很多了啊。雄风2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3据说可以飞超音速啊，但是它的综合能力也就是那样啊。其实。说是台湾地区自制，很多的零部件也是来自美国。总的来说，其实台湾当局还是以武拒统啊。那么他幻想着利用武器装备的数量啊，包括在岛内部署的这种密集度，包括机动性，来抗衡解放军。这个实际上是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而且反舰导弹它有一个短板，就是它想打击舰船目标，它需要一个数据的来源，就是这个目标的来源，通过雷达也好，通过飞机也好。那么一旦届时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它无法获得
军舰的目标数据啊，比如说这个数据无论是从飞机上还是从其他地方传过来，这个数据被截断了，那么它两眼一摸黑，即使有机动发射，它一样打不中目标。日前，台湾地区首艘自造潜艇海鲲号进行了浮水测试。台媒指出，这艘潜艇未来可能搭配美制的鱼叉反舰导弹、MK48重型鱼雷等。那张先生对于这艘潜艇有怎样的观察呢？目前台军只装备4条潜艇，其中2艘呢是2战时期美军的潜艇，基本上用来当做教具使用；另外2艘呢是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的改进型的旗鱼级柴电潜艇。那么这2艘潜艇呢，到现在也有将近40年的时间了，那么也比较老旧了，战斗力比较低下，聊胜于无。目前，台军自造的这艘潜艇只能解决有无问题。不能解决先进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暴露出它的焊接工艺有问题，它的指挥台围壳有所谓的瘦马现象。那么甚至说呢，它的一些工艺还不如朝鲜的自造潜艇。那么焊接工艺可以说呢，从这一方面呢，体现出它整个的这个潜艇的设计建造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在作战能力上是远远逊色于解放军的柴电潜艇的。那么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再加上解放军有大量的空基的反潜力量和海上的反潜力量，可以有效的对台军的潜艇进行剿灭。梳理美国对台军售，此前大多为飞机、火炮、导弹等装备或弹药，而近来的军售当中则提及了 C4 系统、战术数据链等。那么这一变化可以看出美国怎样的企图呢？请先生。C4 系统一般大致就是所谓只管通情类的啊，指挥管理通信情报等等。那么显然就是它不是一个硬杀伤的武器啊，包括数据链等等。那么显见是美国当下他认为台湾地区即使武器就是杀伤性武器数量再多，也不一定起到作用。反倒是如果加强这样的 C4 系统，加强数据链包括把台湾当局、台湾地区捆绑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部署的这个战车上实现这个台湾地区和美军驻亚太地区美军的这样一些情报的共享、情报的互相的传递。届时他就认为，可以，相当于在大量向台湾当局出售硬件武器的基础之上，把这样的一些硬件武器让它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